我身边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，卜姐姐，卜姐姐，我要点菜。客官，要不然给你上一盘雄心豹子胆飞。大哥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跟我的丫鬟在一起？还有你，作为莫府的丫鬟，不好好待在府里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是你说我有100天带月营的假期的，今天我休假。我不管你休不休假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不允许你跟他一起吃饭。跟我回去。哎，我不走，凭什么？我又没有钱买身契给你。大哥，我们也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，要不坐下来一起吃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会和我的丫鬟在一起？啊，我帮了小薄荷一个小忙，他请我吃饭。大哥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帮他找红魂珠是吧？莫修然，你太过分了！大哥，这个魂珠关系到小薄荷哥哥的下落，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这个是假的，你平时那么机灵，真的假的你分不清楚。真的魂珠能一捏就碎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找真的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二少爷，那这个饭我下顿再请啊，还是很谢谢你。薄荷姐姐，钱我下次再给你吧。嗯，不用，我替他还。鱼排和鱼丸随便赏，记我账上。还有你，自己一个人慢慢吃。走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走。这是这么多年来，大哥第一次对我说这么多的话。真的假的？事关我哥哥的安危，我有必要骗你？到底是谁在暗中收集魂珠？难道是鼠虎？不可能，他已经死了。喂，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你真的会帮我找哥哥吗？我可不像某些人，本王子说话一言九鼎，绝不食言。怎么没完没了啊？你一个尊贵的喵星王子，怎么能跟我小姑娘一般见识呢？不过你突然变得这么好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我自然是有条件的。不就是你帮我找到哥哥，我和你解除契约吗？看在你是我宠物的份上，我就勉强答应你了。口说无凭，你已经有出尔反尔的先例了。那你要怎样？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完成我们玉离星最常用的立誓仪式。干嘛？猫不都这样吗？好像是。好了，该你了。你要蒙我？我不也说了算话？要不咱们还是先聊聊你怎么帮我找魂珠吧。嗯，坐着，不要动，看着我就行。
还珠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找到，东北方向，离莫府8里路程。洪还珠，终于找到你了！我就知道你又跑这儿来打麻将，肉伤了一半法了不完，还不赶紧给我回去！哎呀，上次犯法了，怎么服啊？又错了，继续。放心吧，这红魂珠是从我们郡宝斋南山国分部走水路，耗费了半个月时间才运过来的。终于找到了。啊，累死我了！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完了，魂力透支严重，要变形了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大少爷，你别吓我啊！大少爷，姑姑离，姑姑离，你别吓我啊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，莫修染，莫修染，你醒醒啊！你别吓我呀！姑姑离，怎么又变猫了？妖怪啊！我太难了。还是这样可爱。不要摸我的屁股！不要！不要！停！快停下！不要停！哎，对对对，这里，脖子，对，好，再上去一点。喂，你睡着了呀？平常看着挺讨厌，现在挺乖的。走开，走开！别打扰本王子恢复魂力。这个女人不发疯的时候，还……哎，我在想什么？一定是我想快点解除契约，回到母星。这个女人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丑啊，勉为其难做我的丫鬟吧。龙仔，我的小龙仔你在哪呢？龙仔你怎么这么大？你怎么在我身边？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得逞吗？这是谁的房间？这是谁的床？你跑我床上来干嘛？我不是看小虎斑无精打采的样子才留下来的，谁让你现在变成人了？还不是因为主仆契约，我每天只有6个时辰。你为什么脸红啊？我哪有？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刚刚摸我的人是谁啊？不过和本王子同床共枕1晚上，是不是感到很荣幸？死了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帮你找红魂珠，你这样对我？真的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就这么想跟我解除主仆契约啊？那不是如你所愿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洛风看见你变成猫，吓跑了。
少将军大驾光临，小弟蓬荜生辉呀。只是不知道少将军此次前来是想看珠宝玉石呢，还是文玩字画呢？听说您这里有红魂珠。红魂珠？少将军，您难道不知道吗？今天上午，贵府的玉夫人已经派人来把红魂珠买走了。玉夫人，看来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哦，对了，再问问你，最近还有没有其他人到你这里来过？我想一下，还真有。半个月之前，有一位姓苏的书生前来查探，看情形，此人颇为内行，只是他当时没有带够银两，让我给他1个月时间去筹银。咱们开门做生意的，又怎么可能白等嘛？多谢，你先去忙吧。啊，谢少将军，有事儿您吩咐小人。那定是我哥哥。看来哥哥的失踪和魂珠果真有直接关系。你放心，别说这红魂珠被玉夫人买走，就算在皇帝老儿那儿，我也会给你弄回来。嗯。夫人，我看这红魂珠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嘛，竟然要400两黄金呢！你懂什么？物以稀为贵。呀，夫人手上这伤疤才1天时间就快好了，二少爷送来这血迹膏啊，真好用。唉，我们雨儿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过谦让，从小啊什么都不跟莫修染争，不然，以我雨儿的天赋，怎么可能让莫修染那家伙把风头全占了？二少爷年纪尚轻，还需要夫人您啊多加引导。况且，只要夫人把那大少爷给扳倒了，二少爷继承莫家之势，不是水到渠成吗？说到莫修染，我也越想越觉得奇怪。那天小莲明明看见他走进那个丫头的房间，我也看到衣柜里莫修染的衣服，怎么出来就变成一只猫了呢？夫人，会不会是莫修染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个莫修染自打冲洗以后，感觉就像变了一个人。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刚巧今天有个道士来府上化缘，我看他呀颇有些来头，要不要把他带来给我瞧瞧？是。五雷猛将火炬将军，腾天倒地，驱雷奔云，对阵千万，统领神兵，开启警兆，不得忌停，急急如律令。我看夫人福气满面，定有大喜之事将至。只是夫人印堂之中偶有黑斑浮现，定是旁边有人心怀不轨。夫人最近可是遇到什么怪事？确实有一件。夫人身边之人诡异之极，怕是不好对付啊。此人可是猫妖？道长果然道法通天，神机妙算呐！夫人可将这杏黄散混入酒中，让那猫妖服下，半炷香之内定会显现原形。莫修染，很快我就让你现出原形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耳闻，
陛下为顾全大局，缓和纷争，特邀落日城公主与王子进京商谈休战之事，寓意与落日城同修旧好。陛下将此次会谈之事全权交由我们墨家负责。老爷，陛下如此信任，那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啊，老爷。这好事办不好，便会成为坏事。父亲所言极是，这回落日城来访，千万不能被他们抓到把柄，借题发挥。冉儿有什么想法？父亲，我们一味的退让求全，只会让他们更看不起。他们要是求和，那还好说，但是他们敢漫天要价，狮子大开口，就让他们好看。有冉儿在，为父心里踏实许多。我已安排明日设宴为公主和王子接风，届时你们两兄弟，如果能趁此良机赢得公主的芳心，结为秦晋之好，陛下定会龙颜大悦。老爷放心，雨儿啊，定不负重托。看来这玉夫人买红魂珠，是想借机帮墨雨季赢得公主的芳心啊。 大哥，这边请。启禀老爷，落日城公主王子到。带他们进来吧。是。谁是莫修染？ 这只丑猫还挺厉害的。天离的少将军果然并非浪得虚名之辈，我打不过你，你赢了。公主也不必介怀，打不过本将军不是丢人的事情。本公主喜欢少将军，大惊特喜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公主谬赞。喂，你是莫修染的侍女吧？来，陪本王子喝2杯。好，公主也是爽快人。 那我也却之不恭了，拿酒来。王子殿下，我乃少将军的二叔，王子想喝酒，公主我来奉陪便好。多谢二老爷。二叔医者仁心，四处云游，行医为善。 小侄心里只有敬佩之情，可不知今日一别，何时再能与二叔重聚2年后，二叔便会回来，然而不必牵挂，快回吧。二叔请多保重。啊，刚才多谢二叔为小薄荷解围。你我之间何须这般客套？那多谢二叔了。公主。 听雨儿说，公主喜欢收集奇珍异宝，这小小红魂珠乃是见面礼，不成敬意。玉夫人送这假魂珠给本公主，是何用意？ 怎么可能？红魂珠与10年前的奇闻天象有关。若是把这魂珠对着光源，里面就会显现锦鲤的文案。夫人的这颗魂珠，怕是赝品吧？公主，
请借魂珠一看。这颗魂珠确实和哥哥手稿里描述的一模一样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难道和你一样的情况？你也不算太笨，这里面本来有秦离，不过逃走了。这颗魂珠虽然没有内核，但同样价值连城，同样代表的是我们墨家的一片心意。还请公主收下。既然少将军开口，那本公主便收下了。大家就先入席吧。啊。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夫人。来，我们共举一杯，欢迎公主和王子的到来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这就有问题，我们赶紧走。然而身体有何不适啊？老爷，少将军前几日感染了风寒，所以喝酒有点不适。哦，那快扶冉儿回房休息，我晚些去看他。好的，老爷。孩儿先行告退。莫修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没事吧？赶紧扶我回去。不知道天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。有办法。公主殿下，王子殿下，其实我今天还安排了一个助兴的节目，不知你们可有兴趣前去观看？助兴节目，本王子最喜欢了。王子殿下，您放心，包您满意。母亲这是要……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一定是玉夫人使的招。你刚刚露出猫耳朵，还被翠乔给看见了，他们一定就快赶过来了。要不我带你逃走吧？啊，逃！老爷，请随我来。好。这不是冉儿所在的东院吗？莫非冉儿刚才退场是要准备惊喜啊？正是。哦。少将军还真是神秘莫测。既然是少将军亲自安排的，那我就更期待了。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各位放心，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。请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会是来揭发他的吧？哎呀，我可不会做这落井下石之事。你赶紧带着他跟我走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要揭发早就揭发了。快点，我带你俩去个安全的地方。不要吧。好，我信你。走，小心台阶。完了，走不掉了。洛风，你帮我出去拖住他们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有办法。姑且一试吧。 ，
参见老爷、夫人。然而呢？少将军在屋里休息呢。夫人，您若是有事，洛风可代为转达。不是说少将军准备了惊喜吗？怎么，睡了？王子殿下稍安勿躁，少将军在跟我们卖关子呢。躲开！夫人，洛风，贵客在此，成何体统？闪开！老爷，少将军严令属下不准任何人进入，属下不敢不从。父亲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即便有惊喜节目，此时大哥身体不适，应该也无法现身展示。等等，好戏还没上演呢。道长，贫道在此。夫人，开始吧。昼金金自消，昼木木自折，昼水水自竭，昼火火自灭，昼山山自崩，昼石石自裂，昼神神自复，昼鬼鬼自杀，急急如律令，快快显原形！小猫妖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拜见老爷、夫人。这冉儿的房间里，哪儿来的猫啊？回禀老爷，这小猫是少将军昨夜捡来的。如若不小心冲撞了夫人，我替他向您道歉，请夫人放过他。放过他？好啊！来人，把这丫头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夫人，这就是你为我们准备的节目啊！贵客在场，不要让人看了笑话。老爷，今日必让大家见证一下，这个畜生就是莫修染。胡言乱语！老爷，你相信妾身，我们的冉儿已经被这猫妖所杀。啊！我的丫头翠巧今天看到她现出原形。是的，老爷，奴婢亲眼看到那大少爷的头上长出2只猫耳朵。一个下人的话，如何可以相信？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奴才给我押下去！老爷如果不信，今天就让事实证明一切。道长，请施法。谁是莫修染？我们共举一杯，欢迎公主和王子的到来。没事吧？老爷如果不信，那就让事实来证明吧。道长，请施法，让此猫现出原形。啊？好，不必了。找我吗？本将军在此。玉夫人看起来很失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日酒席之上，有人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，还提前准备了这只小猫，企图用妖物之说来算计我。不过呢，好在本将军聪明过人，天下无双，一眼识破诡计。切，明明刚刚虚弱的不行。没想到啊，幕后主使竟然是玉夫人。不知道大少爷为何对妾身有如此成见？难道就是因为我的丫鬟翠巧看到你头上的猫耳朵吗？
老爷，翠巧的确看到少将军他头上长了猫耳朵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少将军不是一眼识破了计谋吗？自己来呗。这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，快点拿过来啊！谁稀罕？拿出来，你还想不想找你哥哥了？想不到少将军和丫鬟还挺会玩的啊。这是本将军醉酒之后戴在头上玩的东西。你不会真以为这是我头上长出来的吧？来，你长一个给我看看。老爷，老爷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妾身伺候老爷多年，从未邀过功。今日有人如此陷害妾身，如果没人给妾身做主的话，妾身的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既然夫人和冉儿各执一词，那唯有宴酒一事公正。郭嬷嬷在。是真是假，正廷一验便知。等等，这才是翠巧换下来的酒壶。好你个小薄荷，你血口喷人！厨房伙夫都看见了，你把刚刚的瓷壶换成了玉壶。小的的确看到翠巧姐姐调换酒壶。你们两个蛇鼠一窝，老爷，不要听了这两个人的谗言啊！方才玉夫人的人可以指证本将军，我的人指证翠巧，有何不同？正廷，此乃显色粉，若酒中有迷药，显色粉的颜色便会发生变化。这酒中有蓖麻籽、地纹等几味药材。其中还有一味山茄花，山茄花性温，有毒，中毒者会皮肤潮红、躁动不安、脉象紊乱、头晕目眩，出现癔症。老爷明察，这只是让妖怪显形的杏黄散，不是迷药。住口！区区小道士竟敢给我们少将军下药，该当何罪？这都是玉夫人让我干的，少将军饶命啊！你还有何话说？老爷，妾身也是受了这个道士的骗，一时迷了心智，才听谗言的。够了！马老爷，看此情形，这妖物之说并非是空穴来风，不如听听夫人为何怀疑少将军是猫妖吧，对吧，夫人？对，大少爷自从冲了喜以后，就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在东院时常听到猫叫。上次小莲明明看到大少爷进了丫鬟的房间，可是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只看到大少爷的衣服和一只猫。母亲，不要说了。没错，我是进了他房间，那又怎样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胡说八道？小薄荷是我的头号侍女，我进入我的人的房间，有何不同？不过，小莲是东院侍女，为何要向玉夫人禀报？难道说，小莲是玉夫人的眼线？臭猫可以啊，原来是想一箭双雕。这番话我只说一遍。我乃堂堂天离国少将军，一生征战无数，根本没有把生死放在心上，也绝对不会把我的精力放在与小人勾心斗角之上。可我觉得，
我与少将军同为征战沙场之人，最能理解少将军此话用意。来人，将这个妖道和这个奴才给我押下去！是老爷，老爷，这是我是冤枉的，老爷。父亲，母亲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，定是受人蛊惑。你就看在母亲这些年在莫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求父亲手下留情。来人，将玉夫人带到西院面壁。在这3年之内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出一步。是。夫人，请。方才感谢二叔出手相助。哎，都说了，你我之间不必客套。再说，玉夫人一向行为乖张，这也是她应得的惩罚。你身体不适，早些休息吧，改日再来找二叔喝一杯。一定。若不是你拉住我，我定要让他莫修染下不了台。你以为你自己是莫修染的对手吗？我堂堂落日城王子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糊涂！你可曾想过，此次签订合约，为何不在天离国皇宫，而是在这莫府？那还不是因为那皇帝老儿染病，才不方便让我们入宫吗？错，天离就是想借莫修染给我们落日城一个下马威，一个墨家便可以打发我们落日城了。可恶！怪不得连这红魂珠都是假的。我们此行不是来挑事儿的，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。我还不是为了给你出口气。临行前，父亲曾交代过我，此行定要拿下莫修染。你这般莽撞，会破坏了父亲的计划。真是窝囊。喂，你们猫是不是都这么口不择言啊？什么叫我是他的人？真是主仆不分，明明我才是主人。哎，你干嘛吓他呀？小酱油不怕，我们不跟臭猫玩。什么？小酱油？名字都起好了。对啊。要不是今天小酱油出来打了天酱油，你呀，早就被玉夫人抓住猫耳朵了。就凭他，说的跟刚刚中招的不是你一样。身上有山茄花的味道，肯定是中毒了。这薄荷草心凉，可以清热解毒、驱散风寒，加入蜂蜜。可以促进毒物排出来。死猫当做活猫医吧。叫什么叫？又不是没见过。你赶紧把衣服穿起来。老爷，夫人。怎么还有猫耳朵？真的假的？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我有办法。看，要不是小酱油出来打了酱油，还有我这薄荷蜜，你呀现在都变不回来。那不是因为这个身体太过羸弱，区区杏黄彩怎么能伤到我？不过，看在你为我这么紧张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谁为你紧张？没有吗？我可是闻到了心虚的味道哦。想挨揍了吧？你属鸭子的吧？嘴这么硬。
同样是猫，怎么差别这么大？你拿我跟他比？不然呢？喂，你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找锦鲤吧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帮你找到红魂珠的，你放心。哇哦，好自信呐！说的好像刚刚中招的人不是你一样。我那招叫引蛇出洞，我是拿我自己当诱饵，不然敌人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？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都在我的掌控当中，你懂什么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辞行的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自己的属下都搞不定。好，你们俩，你们俩。前后差距也太大了吧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一切全都在我的掌握当中。其实，莫修然的记忆并不会影响你的思考和判断。你这样说是为了不让他伤心，对不对？小薄荷，我听得到。你呢，就不要自作聪明了。我把洛风留在我身边，是为了让他服侍我。虽然洛风不是有多么能干，但是跟你比起来，哇，强太多了。死要面子。我们少将军可谓是猫中王者，拥有最柔顺光滑的皮毛，最流畅优美的体型，最锋利无比的爪子，自然可得万千宠爱。你给他下什么药？我需要给他下药吗？哎，你看，小酱油长得多像你啊！这萤火怎可与皓月争辉？这小秃鹰简直跟我们少将军那是相差108000里。哎，杜姐姐，这小酱油能先放你们店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这里啊别的没有，鱼，管够。我不同意。轮不到你来管。我在玉离星统领数十万只猫，在天离国统领数十万将领，就这么一个拖油瓶，我治不了他。在这里，我才是你主人，你得听我的。谁是主人还说不定呢。切，那就来比试比试，看看谁才是真的主人。哎，跟我下来说话。我在这里舒服，你在那里说话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一场1对1的对决，谁赢了谁当3天主人。哎呀，还有时限呢，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啊？我那是让着你。无招胜有招啊！少将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王霸之气，面对敌人毫无惧色，有蓝魂珠傍身，小薄荷的实力深不可测。再来。第3把他该出剪刀了吧？傻猫，你输定了。
嘿嘿，输了。你竟然敢耍赖！少将军行军打仗多年，不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啊。完了，本将军着了这个女人的道了。少将军，认赌服输。这3天指不定怎么折磨我呢。我可是堂堂玉离星王子，我还是你主人呢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哟，词儿学得挺快。那别废话了，这账你认不认吧？喝了酒的男人的话不可信。这样啊，有样学样我也会，我学习能力也很强。好，我玉离星王子说话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一直想要遇见的人，温柔带点天真，真的期待这一座城，有人为我心疼。居然能够牵着一直不停聊到黄昏，我们2个人的默契满分。忽然发现你对我好像有这个玉离仙舞蹈还蛮可爱的嘛，臭猫看来也没那么讨厌。都来看啊，真功夫啊！有钱的帮个先生，没钱的上全场。你快点儿，磨磨唧唧。到了。不如我们来一把，走。我耳朵铃又不是给你赌钱用的。你要给你呀！翻本了，再摇了啊！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行。来，开了啊！看好了，大，又是1、3、5，小。来，兄弟们啊，压大还是压小？来，下注啊！开了啊！466大。来。你在外面跑那么久，你还上我的床，你给我下来！怎么了？这床、这房间，还有这莫府，通通都是我的。哦，还有你，也是我的。又来啊！谁是谁的呀？你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儿要不是你让我赢了钱，我早揍你了。这个疯女人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我现在就甘拜下风。那我以后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了？不行，本王子一定会扭转乾坤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
喂，你傻了吧？该死，本王子居然被这个女人所迷惑，定是这身皮毛的影响。你给我把衣服脱了。你让我脱我就脱啊！我让你脱，你给我脱了！天花之下你要干嘛？那个少将军说狐毛放在柜子里容易长毛，所以让我拿出来晒晒，是吧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府里新进了一批上好的紫貂，我命人做成了披风，向大哥赔礼道歉。青云，这毛色，这品质，二少爷没少花钱吧？可恶，居然在我的人面前显示财力！小薄荷，拿过来，给我穿上。没了那身皮毛，果然普通多了。我说嘛，本王子怎么会为这种女人动心？干嘛？放开！二少爷可真贴心，你看多合身啊！我看你送这个披风吧，也不是赔礼道歉，是给玉夫人求情的吧？母亲已在西院悔过，她受到了应有的责罚。我此次前来，并不是替她求情，而是诚心诚意的向大哥道歉。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从未想与大哥争夺什么。我可不了解。少将军的意思是说，他接受道歉了。谁说的呀？袁杜甫说你。那接受道歉又怎么能这么简单呢？怎么也得来个握手言和。你别跟我得寸进尺啊！对吧，二少爷？喂，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，你放开我！我动手了，我动手了！你放开我！然而，身体恢复的如何呀？多谢父亲关心，已无大碍。好，没事就好。听雨姬说，夫人之事，你并没有怪罪于她，很好。兄弟就应该齐心协力，尤其是在这关键时刻。父亲教导的事，雨儿一定铭记在心。和大哥齐心协力，共同完成这一次的和谈任务。来，这是陛下命礼部起草的和谈协议。你们二兄弟仔细看看，这协议需要公主和王子共同签署。像那南平公主一心想要和谈，估计不是问题。关键是南非德。锦鲤体美，此一之数种色，色无光或有光，文含无尽变化。锦鲤为杂食性，胃温适应力强，鳞之年数是锦鲤之年。小薄荷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整到这本书的，你不会是让少将军养鱼吧？这哪是养鱼啊，是抓鱼。抓？少将军在吗？公主。少将军他去老爷房间了，说是有要紧事儿。你是少将军的贴身丫鬟小薄荷吧？既然少将军不在，那找你也一样。找我？哦。我听说少将军因青州一役身受重伤，
后取一官家小姐冲喜，不料冲喜当日，那小姐竟然逃婚了。是否真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那官家小姐是谁？为何要逃婚？少将军是否对她念念不忘？公主放心，这少将军是不会对其他女人念念不忘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帅、太完美了，没有女人能入得了他的眼。啊？少将军曾经说过，若优秀是一种病，本王子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，注定孤独一生。少将军，真的是这样？他觉得别的女人都配不上他，所以他不可能喜欢别人。少将军果然是一代豪杰，只有他这种孤傲不驯、眼高于顶、端倪天下的男人，才配得上我的钟情。这公主年纪轻轻就如此眼瞎，可惜呀！公主不好了，王子他出事了！啊！郑婷，怎么样？王子的症状颇为异常，外表无异，却元气大伤，实乃气血组织不畅，血瘀于里，阳虚气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不成是中了毒？这不是中毒的表现。那是什么？王子面赤气短，手脚冰凉，盗汗不断。我推测，是受惊吓后的昏厥。惊吓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吓我弟弟？南非德最近2日都去哪儿了？昨日王子带着红魂珠去了风月无边，还不让小的跟着。后来我们隐约听到了王子的喊叫声，便冲了进去，发现王子晕倒在地，红魂珠在地上滚着。说，你们对我弟弟用了什么邪术？不招的话，谁都别想活着出去。公主，昨天是你们在这里侍奉南非德的吗？回少将军的话，昨夜的确是我们2人在这里侍奉的王子。王子还说侍奉的好，便能得到这红魂珠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后来王子喝醉了，不但没有赏红魂珠，还把我们2个赶了出来。后来王子便一个人待在临水阁，再也未出来过。这风月无边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的。少将军，回禀少将军，属下方才问了风月无边的其他人，确实如此。昨夜除了南非德，琵琶女应该还有第4个人来过。昨夜除了南非德，琵琶女应该还有第4个人来过。小薄荷说的没错，虽然临水阁在2楼，但是通过2侧的阳台仍然可以进入房间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凶手身形应该比较小，应该和小薄荷差不多。由于当时王子已经熟睡，凶手从窗户潜入，想要偷取王子的红魂珠。岂料王子醒来，2人经过一番打斗，王子
率先反击。最终，凶手被王子逼到了墙角。可不知为何，凶手竟然在此处扭转战局，并且一招就击晕了王子。因为凶手是从窗户出去的，并不是从窗户进来的。鱼鳞，奇怪，这鱼缸里的鱼从昨天开始就少了一条。少了一条。这鱼缸里明明有3条鲤鱼，现在却只剩下2条了。没事吧？少将军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听谁的？少将军的。少将军听谁的？你的？没错，所以你也应该听我的。好像有那么点道理。那还不快点让开！哦。哎，波欧姐姐也在。原来你们2个这么熟啊！我这么帅气又多金，我想跟谁熟跟谁熟。你竟然也受伤了？难道这是主仆契约的一部分？你少自作多情。这是我调制的药膏，涂在伤口上啊，不会留疤的，比金疮药还管用呢。想不到波欧姐姐鱼考得好，还兼职当郎中，谢谢波欧姐姐。不客气，小薄荷。不客气，小薄荷。整份1000两，概不赊账。这么贵？少将军方才不还自诩多金吗？若风。哦。多谢少将军。请。多谢少将军。手拿过来。干嘛？擦药。不错呀，终于有点做宠物的自觉了，知道服侍主人了。你干嘛站那么高？喜欢低头看你。喂，不是要擦药吗？来。好。臭猫，你不会温柔点啊？温柔。这个月赏金减半。凭什么？就凭你们2个合起伙来敲诈我1000两。你这叫贼喊捉贼！放这二老爷1等1的御医不请，你却找布偶姐姐来瞧病，到底是谁有事瞒着谁？你跟我待久了，你也变聪明了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吧。东竹不是锦鲤。不是锦鲤，那他为何要夺魂珠啊？东竹只是被红魂珠所吸引，这是鱼星人独有的特征。如此说来，那锦鲤便隐匿在风月无边。锦鲤从红魂珠里面逃了出来，但是他遗失了红魂珠，
他必须要靠吸食成年男子的能量来维持人形。你想想，男人又多，又靠近水的地方，能在哪？红魂珠。那为何不找公主借魂珠一用，让所有人碰触一遍魂珠，那锦鲤自然会化出原形了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幸运，跟我签订了主仆契约？我是因为蓝魂珠，因为契约才能变身的。原来如此，那这锦鲤还是藏在风月无边里面。那今夜我们就去微服私访，一探究竟。你哪都不准去，给我坐下。本王子答应过你，会给你完整的红魂珠的。你给我坐下。你还想要再次受伤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契约你受伤，我也会受伤。今天皇上颁布了圣旨，要求我们3天之内交出凶手。交不出凶手，莫府上下700口人都会受到牵连。你就给我待在府中，哪里都不准去，别给我添麻烦。你说不让我去，我就不去。哼，为了哥哥，我偏要去。靠人不如靠己。何况我还能去求一个人。二少爷，小薄荷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少爷是不是在看这次案件的卷宗啊？有什么线索吗？我查阅了近期和南非德类似的案例。这个凶手猖狂至极，自半个月前便开始作案，加上南非德这次足足5起，是个惯犯。二少爷，你看，这次的案件每隔3日为1起，每次的被害人均为男性，每次的作案地点都在风月无边附近，而且每次的作案时间都集中在亥时到子时之间，这个时间只有吉时没有宵禁。这么看来，凶手下次的作案时间便是今天。今天还是7夕。入场的情侣请出示情侣节。2位，你们的情侣节呢？这7夕只有牛郎织女才能相会。啊？2位看样子是没有在门口回答情侣问题，所以才没有得到入场情侣节。你们是情侣吗？我们就是啊。啊，既然2位说是恋人，那就请到边上互捏个面人儿，捏得好就放你们进去。离我远点儿。少将军，做戏要做全套，这样才像情侣。查案要紧，切勿因小失大啊！哎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，好生般配。可不是嘛，看这姑娘的皮肤，那叫一个水灵，也不知道用的是哪家的凝脂。 2位停手吧。这位姑娘捏的面人儿也太差了吧！怎么办？我们走。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你别推我，少将军。做戏就要做全套。站住啊！小薄荷，他竟然跟着2少爷来了，还牵手了，这成何体统啊！ 终于混进来了，
我在你眼里，便是那副模样。二少爷，我那叫反衬法，我要不捏成那样，怎么能衬托出你一双巧手呢？他怎么对谁都笑？明明是少将军您觉得小薄荷是拖油瓶的，不想带他来的。那他也是我的人，只能对我笑。少将军既然如此在意小薄荷，为何不向他说明呢？谁说我在意他？是不是？亥时快到了，我们要严加防范，也要好好的隐藏自己。此时，不宜打草惊蛇。有了。用穿针乞巧做掩护，然后趁机观察人群。正是。他们这是干嘛？臭猫没来吗？猫眼看人低的家伙，我一定可以比他先发现锦鲤。二位，请开始穿针吧。这个女人竟然跟别人穿针引线，公子好手艺啊！二少爷真是心灵手巧啊！放心吧，我派来暗卫埋伏在周围，静观其变。既然来了，不如玩一玩。行，这次我肯定赢你。小风，属下在。你不是刚买了一把剪刀吗？少将军，你不会是……走。穿好了。恭喜公子和姑娘双双夺巧。像二位手艺这么好的呀，我还是第一回见呢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何人所为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可能是黄口小儿的恶作剧吧。哼，定是那臭猫耍花招。少将军，这歌声……别管，按兵不动。这歌声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跟我走。哎。你们居然敢坏我的好事！少将军，那个蠢女人，走。好，小薄荷。腋下。喂，喂，我不是警告过你，叫你不要掺和进来的吗？腋下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被锦鲤附体了。锦鲤？公主，二少爷，我一时半会儿解释不了这个，你们可以理解成
一种鱼变成妖怪，简称锦鲤呀。妖怪？念夏被锦鲤附体，变成了锦鲤妖，所以才攻击人。我知道这个超出了你们的认知范围，我也缓了好一会儿才能接受呢。那我弟弟还救得回来吗？啊，少将军的意思是，这个锦鲤是从红魂珠里面逃出来的，只要收服了它，王子的病自然迎刃而解。你还挺会理解的嘛。为什么会是念夏呢？罗峰，二少爷，老身不该瞒您。1年前，念夏那丫头，因为对二少爷动了心思，夫人瞧她姿色还算不错，怕耽误了二少爷的前程，就送走了念夏。老身以为她会去一个好人家，没想到她竟被送去了风月无边。也是念夏这丫头啊，脾气倔，骨头硬，硬是保全了自己1年的清白身。半个月前，他还是被人……唉，念夏一时想不开，就投湖自尽了。念夏对二少爷的这份心思，导致现在酿成大祸。唉，可怜。某某，你先退下吧。哎，少将军，我向俊宝斋打听过了，正如您所料，半个月前，他们在雁鸣湖搬运物品的时候，红魂珠不慎掉落，这锦鲤遇水则解封，便附在了当时想要投湖自尽的念夏身上。这么说来，现在的红魂珠不是假的，而是里面没有了锦鲤。正是如此。母亲，雨儿来了。谋害王子的凶手找到了吗？念夏是不是被你卖到风月无边的？不过是个小丫头，你问她做什么？母亲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收手？给大哥下毒，将念夏卖走，为了争名夺利，你还要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？莫雨姬，你难道不明白为娘的苦心吗？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，不然你拿什么来跟你大哥争这墨家家主之位？您生我养我，可是您并不懂我。我对家族财产毫无兴趣，更不想争夺什么家主之位。母亲，您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只会付诸东流。雨儿，瞪着我干嘛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你干嘛？
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可是有魂珠的。谁让你随便跟别的男人过七巧节的？随便？我哪有随便？我可是深思熟虑挑的人，不入不逊，焉得虎子？我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过节，更不允许你对别的男人笑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人。现在是否记得当时那个动作？忽然间的闪躲，仿佛恍然如梦，这感觉很不同，仿佛触动了我。你慢慢走进了我的心中，不思议的爱情占领这个时空，不知不觉就会爱上彼此。以后遇到危险，要这个领导，方圆10里之内我都能听得到，我都会过来。你这是在关心我？你们女人真的是自作多情，我只是怕你受伤，然后影响到我。你们猫果真是口是心非。这是猫领导。你话好多。我话多？七巧节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就知道，除了你，没有人做这么幼稚的事儿。拜拜。你别以为你变成猫，我就会放过你啊！哎呀，还好本王子机智，只是这个女人凶凶的样子，怎么还有点可爱？难道这就是人类的爱情？